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好，大家很关心的当然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人的会面。好，在早上的时候，韩国这边已经结束了。那当然时间上面大家就很好奇，因为原本川普说大概3-4个小时左右吧，就最后只谈了1个小时40分钟，而且双方随后都没有召开任何的记者会。那川普马上也就是搭了空军1号返回美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画面再度出现，也就是时隔6年再度握手。好，那这是川普第2任期以来首次他们2个人面对面会晤。那今年以来2人已经通话了3次。好，那这次会谈的内容哦，除了芬太尼、农业贸易、关税跟稀土管制之外，也有讲到一些辉达的问题。不过台海的议题哦，没有特别的涉略。好，因为川普在空军1号上面受访的时候就说我们没有提到台湾的部分。好，但问题是哦，这2个人见面，大家就发现啊，火药味有一点浓厚哦，尤其会前跟会中都有，主要就是因为川普在川习会开始的前1个小时，他就在这个 Truth Social 发文说，美国拥有的核武数量超过其他国家，这包含对现有武器进行全面的这个更新跟改造。他说都是在他第1任期之内所完成的。好，那随后川习2人同框合照的时候，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嘛，川普当着全球媒体的面表示说，非常高兴在见到你，说会是非常成功的会谈。但是习近平是非常强硬的谈判者，他说这点不太好，说彼此希望能够互相了解。好，但如果你有看到这画面也发现说这个习近平表情非常的严肃啦。好，那反倒是川普希望有一些互动。好，那也是蛮特别的。那另外习近平也告诉川普说，我们作为掌舵人，应该让中美关系平稳的前行，说2国的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但是面对风浪跟挑战，我跟川普总统作为掌舵人，就应该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好，所以这个焦点也就看到了这个川习会到底2个人谈论的这个现场的状况是如何。我们刚刚看到的是2个人在场外，后来在场内这个美国跟中国各坐一边那也看到他们2个人有一些谈话，带大家听一下。It's a great honor to be with a friend of mine, really for a long time now,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e very, very distinguished and respected president of China. And we will be having some discussions. I think we've already agreed to a lot of things, and we'll agree to some more right now. 好，那大家也很关心说，除了场边或是场内上面的互动其实内容才是真正重要的嘛。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目前双方这川普说对很多事情都达成一致，尤其稀土的问题已经解决。他说这是一项为期1年的协议，之后每1年都会进行谈判。那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关税也从57%降到47%，作为一个回报。那北京这边也会努力的遏制芬太尼，并且恢复美国的这个大豆还有其他的农产品购买。好，看起来没有空手而归，而是满载而归。但是2大国有办法持续的下去吗？恐怕还会有一些变数好，那这100分钟结束的谈判呢，大家说时间比以往短，而且马上就搭机返回美国。但是川普有打算明年4月要访问北京。那这个大陆恢复购买美国的黄豆甚至在芬太尼上面其实呢，消息人士说，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西北港口采购了大约是18万吨的大豆，那用于12月跟明年1月的装运。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再有一些芬太尼相关的关税议题，川普认为有望解决许多问
问题。但是《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北京如果采取行动，减少制作芬太尼的先驱化学物质进口，美国原本对中国商品课征20%的芬太尼相关关税，就渴望可以减半。所以嘛，大国之间的谈判就是一来一往当然也必须要有一些底气，才能作为这个谈判的要件。好，《经济学人》则认为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促成休战而非协议，则是在为川普的访中在进行铺路。好，因为过去的经验这两个互不信任的超级大国，就算谈成了协议，往往都难以持久。好，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今年已经有多个战时休战破裂那最近美国已经宣布对中国疑似未履行的该协议启动调查。好，这一切都让各界对美中涵盖最棘手议题的新协议都不敢太过乐观所以你看川普，我看到刚刚还有报道讲说他为自己打几分，他说满分10分，我为自己打12分他还是很有自信。好，那韩国这边呢，因为韩国其实在这次 APEC 场合上面也看到很多的抗议，那有人是比较反中的，他拿出了天灭中共，停止窃国，韩国如属于韩国人的标语那挥舞的就是南韩跟美国的国旗。那也可见南韩现在在美国中国之间这个社会这个分裂跟这个分化的很厉害。那很多的警察当然就严密的监控，毕竟APEC 是一个国际的盛事啊。好，这抗议者也撕毁了中国大陆的5星旗，以损毁这个印有习近平肖像的横幅。那警方就有在做一些管控，那包含限制仇恨口号的使用啊，跟限制在外国人聚集的地方进行游行。所以 APEC 呢，就当然有很多特派员在现场嘛，看到说川习会登场之前这南韩庆州涌现了这个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当然有反美国川普的，也有反中国大陆习近平的。那示威者从首尔特地南下在一个印着川普这个头像跟穿着标准川普式西装的人士上面贴上了这个脸，然后贴上就是不欢迎川普的红牌，那也批评他的关税政策。那右翼团体则是反对中共渗透，批评现任的总统李在明的外交政策轻重。好，这我很有感觉，因为8月初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也就是南韩大邱，当时就有示威，大标就写的什么 China Lee， 也就是在抗议李在明亲中所以在南韩这个社会极化的现象非常非常的明显。好，其实台湾也是这样子啦。好，我们看到川习这个国际大事，我们先问邱毅委员。这一次的双方之间谈判的地点，原来川普希望在庆州，但是呢，中国部分希望说是在釜山，而且认为在釜山的空军基地的贵宾楼，也就益丰楼是比较安全的，是比较不会被干扰的。所以后来川普在这一方面让了步。不过在整个谈判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美之间的谈判文化大有差异。美国很张扬，他们玩的就是所谓的先声夺人，在里面放了很多的消息，然后制造了很多的声势。那么有时候又故意提到一些敏感的议题，像台湾议题，那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呢，相对来说，中国大陆的部分，它就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保持了高度的战略的定力。严格来说，它就是不动如山。可是这个不动如山，又让川普感觉到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很大的压力，就表现在今天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握手就握了30秒。而这30秒的主动是在川普，也是表示他希望在大家的面前表现出来，他跟习近平是热络的好友，是长期以来互相尊重的好友。而在言语之中，也对习近平呢有很多的赞赏，但是他不忘了，他在里面一定夹枪弄棍，那么插上一句。习近平的谈判非常的强硬，那么希望这个谈判呢能够比较缓和，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结果。那中国大陆为什么在玩的叫风林火山，孙子兵法的风林火山，急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他就在等嘛，等什么？等后发先至，看你美国怎么出招。第二个在等什么？等马来西亚吉隆坡两边的谈判代表怎么谈，那么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跟川普见面。所以你看看整个的双方之间的谈判文化真的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原来准备要谈3-4个小时，最后是1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40分钟的谈判，代表说比预期要来得更加顺利。为什么？3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啊，中国大陆的实力够强，底气够硬，所以才能把美国逼上了谈判桌。各个国家，世界的各个国家遇到了美国，遇到了川普的强横，只有一条路啊，委曲求和啊，委曲求全啊。只有中国可以把美国逼上谈判桌，双方进行对等的谈判。第二个，中国大陆用了适当的武器，也用了适当的战术，所以在这一次，我认为中国大陆胜了半筹，那么基本上是赢得了上风。尤其在整个的贝森特所谈的里面，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中国大陆在很多的对等的谈判里面，像大豆换了芬太尼，像稀土换了这个高阶的芯片。那例如说，像原来美国定的港口费啦，准备301的这个调查报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100%的报复性关税。都做了一些调整，而中国大陆也放了 TikTok， 所以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最后的一句话，你看看啊，在事前双方之间在勾心斗角的时候，贝森特就攻击李成钢，而中国大陆认为卢特尼克才是里面的破坏谈判气氛的人，可是到最后，卢特尼克那么就退出了谈判的队伍，而李成钢更受到重用。从这里就看出来了，哪一个的战略定力是比较强的。好，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元首的这个会谈啊，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收获性的会谈，它不是真正在讨论问题，也不会讨论细节，更不会进入细节的。所以这是过去这大陆跟美国双方啊的谈判团队长期这个怎么讲呢？进行各种角力、各种博弈最后汇总出来一个成果。不过像大国之间，还有就是说各国之间，现在有流行这种元首谈判他都希望有几个事情事先要先解决的，也就是说双方要先想好，也要同意这次会议要有什么一个气氛。这个气氛，这个双方都要先有一个默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双方也都要想好，也都要同意这次会议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结果？那具体的结果是哪一些？那第三点呢，双方还要想好，也都要彼此同意会后以后，开完会以后，这个会议的结果要用什么方式来发布？用什么方式发布？那第四个就是说，还有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双方在开会之前也都要谈好，也要想好说会议完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那所以这次会议就很简单，我们看了这个整个一个小时40分钟，包括会前的双方的合影那么事实上应该就是这个会议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气氛，气氛是要良好的。那么这个要有什么结果呢？要有双方都能够满意跟接受的结果出来。那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布方式？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来，就是双方各自表述，各自你没有共同的声明，也没有共同的新闻稿，更没有正式的文件的签署，也就是说双方各自表述。那第四点呢，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川普明年4月要去中国大陆访问。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双方都是顾全大局。我想这一次的会谈以后那么美国的股市、大陆的股市台湾相关国家股市又要涨一波了这个大家所不希望见到的美中之间的这个剑拔弩张或者怎么样相互报复会继续下去，或者说更扩大。现在看起来是已经在
疗伤止痛，而且有一个解决方案了。所以我想大国之间是都经不起重大的冲突跟重大的起见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里面可以看出来，美中各自都做了很重大的妥协。那么双方是一个合作态度来达成这一次元首的这个会议。好，美中之间当然有一些和缓。我们接着问永明教授。我觉得这一次川习会其实它是一个元首外交，但它也设立了中美竞争对抗的护栏，避免走向极端。但是呢，基本上两国还是大国竞争与对抗，所以我觉得有两个不变，有两个缓和。不变的第一个，其实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提到，美国川普在会议之前，在他的推文当中提到，美国应该要增加核武测试，要展现核武能力。其实这一年过去，应该说这3个月，中国大陆在93阅兵展现核武的载具以及一些相关的武器。俄罗斯呢，在前2个礼拜做了最新一次的核武的演练。那这个就表示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是一个大国对抗，而且是一个核武大国对抗。这个在国际关系当中是一个最核心的安全议题。2个核武大国之间会进入到一个核武吓阻，在这个框架之下，彼此怎么样竞争对抗？那这是一个不变的。那第二个不变呢，我觉得就是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还是不变，因为美国还是维持了47%的关税，然后呢，中国大陆的稀土也持续维持，但是说暂缓1年。实际上暂缓1年，有一些措施，民间一定会已经开始配合。同时，你看到双方这一次不仅未提台湾，也都没有提到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战的管制，特别最近常被管辖的安氏半导体等这些东西。所以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这还是不变的，只不过是缓和下来。因此有2个缓和，第一个极端措施缓和下来，美国的100%额外关税不提了，消失了。美国说301调查不提了，消失了。这都是有一点情绪性的这种极端措施。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双方的卡脖子也缓和下来了。中国的稀土购买大豆，中美之间芬太尼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它既是休战，也是协议，但是是个暂时的协议。这个到什么时候呢？到明年4月，是不是川普会真的访问中国大陆？我们就要看那个时候到了农历这个春节之后，中美关系的新的演变。好，确实到明年4月如果川普还要到北京的话，恐怕还要看一些变局的变化。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川普除了今天早上跟习近平会面，其实他在韩国这边也跟李在明会面了。当然，你就是要谈谈这个韩国3500亿美元，要怎么投资啊？好，我们就来先看到这6国大咖也到场，就是美韩激进敲定了贸易协议。川普到了李在明晚宴，吐了这一句话，我们就来听他说什么。And we had a tremendous meeting today with South Korea. I think the meeting a lot was determined, very much determined, and we made our deal. We pretty much finalized a trade deal, and we discussed some other things having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etc. 好，看看这个跟美国敲定的部分韩国我们看到有一个标写说终于能松口气，但是这代价也不小。我们看到韩美之间完成了关税谈判调降汽车税率到15%，半导体说要比照
台湾。好，那这当然就是由金融犯，也就是他们的总统府政策市长出来说华府现在同意对韩国产的汽车跟零件的关税从25%下调到15%，所以当然现代汽车就庆祝行情嘛，它的这个跟 Kia 的股价随即在夜间交易就呈现了大幅度的成长。好，那韩国到底要怎么跟美国来进行交涉？他们是同意分成2大区块，一个是现金的形式直接投资总额就是2000亿美元。好，2000亿美元是新台币6.11兆好，那其余的1500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4.59兆。就是分配协助美国造船厂的计划，就是俗称的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的计划。好，那当然日经的新闻就说，直接投资每年最高出资额就是200亿美元，预计会分10年来进行。不过李在明也趁着跟川普会面的时候提到了说，希望能供应韩国核潜舰的燃料。那当然，川普就讲说，从帮助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防御非常重要，就会处理好，跟他们进行合作。好，毕竟这李在明讲了川普喜欢听的话嘛，所以川普当然就说好啊，没问题吼。好，那当然，南韩的国家安保室的市长也说，川普说同意南韩需要发展核动力潜舰的能力。也建议双方要继续的进行后续磋商。好，所以这南韩目前已经敲定了25%变成15%哈。好，那就是代价350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韩国这边还是不愿意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啦，他也在拉拢中国。也就是习近平不是时隔11年，现在在 APEC 峰会嘛，他也要到韩国这边。所以李在明就说了，希望能够深化的是韩中互惠合作，就是希望打造两国民众深切感受到的成果。那经贸议题方面中国仍然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维持全球供应链稳定的角色。好，那这次也是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以来中韩元首首次的会晤，对李在明来说也是相当重要。好，那习近平访韩期间也会会见韩国跟中国两国的企业界人士。那南韩方面就是三星的电子会长李在镕嘛 ，SK 集团的会长、现代汽车集团的会长等企业人士的经济团体代表都是非常大的企业好，中方则是有宁德时代的董事长、中化集团的董事长以及京东集团创始人这个刘强东等知名的企业。好，大家在经贸的上面当然会有一些讨论呐。那分析也说，在半导体、电池、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的领域，双方有望会加快推动供应链的恢复。好，所以韩国确实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它在分散一些风险。那习近平访韩已经在韩国了，好，那就看到了驻韩大使也撰文说，中韩关系进入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期。那到底他的想法是什么？其实不进则退的部分有一点点模糊，但是确实也发现这两国，也就是中韩的元首他会晤就是要拟定一个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好，因为中国连续21年都位居韩国第1大的贸易伙伴国，那韩国是中国第2大的贸易伙伴国。去年中韩双边的贸易额是达到了3280亿的美元，很多齁。好，那另外一个人也想见习近平就是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那说想要在31号跟习近平来见面，说正在安排当中。那如果是的话，当然就是他担任日本首相之后首次跟习近平面对面的会谈。不过中国大陆外交部这边是说你们提到的这件事情他说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所以就是非常的保守，不愿意证实这件事情。好，但是呢这个高市早苗之前不是跟川普同台，就看到他有这个正背转圈的这个画面哇，现在网络上讨论度蛮两极的有人觉得说是不太好，说他这个引发了这个国耻，还有说像摇滚巨星的2极反应，说这种行为像是摇滚巨星般，是一般害羞的日本人平常无法做的。那当然也有日本的网友说，以为是在唱演唱会吗？或是身为日本人感到羞耻。面对美国，当然这个日本的情绪上面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好，我们还是回到了最刚开始，也就是韩国这边已经跟川普达成协议了。好，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很有趣。我先谈日本吧。
川普到日本的时候啊，当然高市早苗很兴奋，他认为川普此行呢，他会让川普感觉到受到日本高度的尊重，那么可以借美国为后盾，稳住他现在在日本国内摇摇欲坠的政权。可是在里面呢，高市出现了2个可能会被诟病的2个问题，一个问题比较严重，就是他跟川普在检视这个仪仗队的时候啊，依照过去的惯例，如果美国总统过来了，那应该要面对美国跟日本的国旗要行礼。可是川普并没有理会日本的国旗，拒绝向日本的国旗行礼，然后径自往前走。那高市呢被抛在后面，非常的狼狈。而这一幕让日本人觉得川普根本不尊重日本的国旗，所以引起了一些反弹，认为这个叫做国耻。再加上啊，川普在演讲的时候，他以为高市就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所以呢，他就一把就搂住了这个高市。那高市当然也笑颜逐开。所以这一幕让保守的日本人都不大能接受川普那个摇滚式的舞台表演式的演讲了。他怎么能接受川普演讲的时候搂着他们历史上第一个女首相呢？我认为这个是高市在接待这个川普时候产生的败笔。相对的来说，李在明呢在谈判上面，我觉得就达到一定的效果。韩国本来3500亿美元要去投资美国的，那么他很技巧的把它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1500亿美元是帮助美国的造船产业，这个对韩国也是有利的。那另外剩下的2000亿美元可以谈到分10年，每年200亿，当然200亿美元还是很多啦。但是可以分10年来现金支付投资，我觉得不简单了。可是李在明也犯了一个大错误，什么错误呢？他送给川普一个新罗国王的王冠。新罗国是当时朝鲜半岛三国演义的时候，那时候是高句丽、百济跟新罗。后来新罗被灭亡了，而且新罗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你这时候川普当然看到皇冠很高兴，回到美国以后，如果有识货的人、内行的人告诉他这段历史，你认为以川普的个性他会如何？好，这要看川普有没有人告诉他这历史哦。不过川普可以看我们节目啦，我们邱毅委员已经帮你讲了哦。谢谢大使。这一次高市早苗接待川普的这个过程中啊，失态的非常严重。他究竟是经验太不足了，因为他的身份是日本的首相，那他代表日本这个国家哈，他有很多举止都非常不恰当，他走路的时候这个手挽着那个川普的那个然后他跟川普之间没有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被川普一把搂过去这个其实叫我们看这个叫礼宾上的一个灾难。也就是说，他还跟川普这个手牵手这个基本上都是很不恰当的，尤其在亚洲国家国际上也不会。你今天你碰到，你说川普碰到英国的这个太子妃的话，太子妃不会碰都不会让他碰一下。但梅诺里就会，梅诺里那是他靠这个起家的，对呀。所以就变英国的话，你再怎么样他不会让你去碰他的。女性的身体在社交场所是不能随便乱碰的。所以川普是一个很水准很低的人，可是你这高市早苗是一个有文化的日本要有文化来讲，比美国是有文化多了，怎么会这种失态的表现？那我觉得受到侮辱应该是日本人的感觉啦。那我觉得日本这个国家现在就变成，事实上他是心中已经有一点六神无主了，他没有什么朋友了，就只剩下美国了。而美国这个朋友呢，又是他的组织呢，现在又很难摆定，所以就靠个人魅力想去摆定川普的话，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很愚蠢的做法。不过也显示出来，日本这个国家跟日本政治人物把自己的选项都给他切断了，
剩下就只有唯一就是说穷的只剩下美国了，所以这个是日本他们自己的选择啦。那不过就是说，就韩国来讲的话，现在日韩关系，中国大陆跟韩国关系在本质上采取已经变化了。过去中国很重视韩国的经济的这个实力哈，现在双方已经在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已经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对手了。那我最近也在看韩国现代的车，实在说实话，他们缺乏创意了。那要在很多市场上要跟中国大陆的市场车来比较的话，那可能他们会败北。所以韩国现在有些反中的情绪哈，这也是他们在竞争中越来越落后的原因。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啊。尤明教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中美是一个世纪竞争，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21世纪以来，你看到大国之间的竞争对抗，已经呈现这样子的一个叫做 G2 体制中美竞争的架构。但是呢，正如很多国际关系以及一些评论员所说的，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呢，会不会是中国的世纪的竞争？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特别看到美国的盟邦当然也了解这个情势，这种彼此的消长、权力、贸易、科技、军事、地缘外交，中美之间都在变化，而且史前未有的快速变化。大概就是过去这10年、15年，你最多讲20年。因此，这些盟邦从日本、韩国到欧盟，他要去强力的支持美国，有3大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因素，你看韩国、日本都在这个美日安保跟韩国的、跟美国的合同盟都积极的表态。因此，也就是说，在大国的权力关系不稳定的时候，这2个国家都要核子保护伞，都要安全。国家个人最核心的价值其实就是生存与安全。它第2个原因是为了经济利益，这很清楚，因为它跟美国的市场是它的经济以及出口的主要的市场之一。而且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减少的时候呢，它空缺出来的这些国家想要去填补，所以它要去投资。第3个原因呢，也就是权力关系的原因。如果这么快速的比如说下个5年还是10年，中国的经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主要主导的国家，真的形成所谓中国世纪，这些国家情何以堪？他怎么去面对？所以呢，这3个因素有短期、有中期、有长期的考虑，有安全、有经济，也有权力关系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得比较远、比较深刻是这样子。日本、韩国在这一次我觉得对美国做了一些不可能的任务的承诺。你知道，在日本，我们看了日本的媒体的报道，高市对美国承诺80兆美元的投资，然后呢，要购买美国大米增加75%，军事装备要增加从美国购买2兆5千亿日元，还有等等之类农作物要增加从美国购买1兆2千亿，所以这些都形成不太可能的任务，我们就看看吧。中美之间这一次的休战协议，我觉得大概赏味期就是3个月，看看3个月能不能够再重新，或者是再扩大，还是会恶化。但是呢，这些盟邦对美国的投资，它的赏味期是多久呢？应该比3个月长，但是能长多久，不清楚。好，如果像有明教授说的3个月的话，明年4月，这个川普想要到北京，恐怕又会出现变数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次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大家很关注。除了各自相关国家的一些这个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辉达的晶片我其实在看到这个川普空军1号上面就讲说，会在跟黄仁勋讨论是否放宽中国的晶片禁令。好，但是这个晶片有一些不同的规格我们来看到川普讲说，和习近平没有谈到台湾，但是有讨论到的就是晶片，但不是谈辉达 Blackwell。他说他这个
讨论了辉达晶片销售到中国的问题，但他说不是这个最新进的这个 Blackwell 的晶片哦，有跟大家再一次的强调。好，那现在川普也松口了嘛，所以还是有人觉得说他是不是到中国大陆有一些这个消息，有一些可能性。好，但是他刚刚说了，我不是讨论这个最新进的这个晶片哦。好，但是呢 ，AI 股还是庆祝行情，你可以看到它是有所谓的这个上涨的趋势。那随着川普的松口，大家就说了松绑这个辉达的部分哦，可能有望。那现在还要再看到底是多高阶或多低阶哦。但是呢，这个带动了台湾、日本、韩国等股市哦，29号又同创了新高。那辉达的市值飙破了5兆美元呢，哇！现在黄仁勋的身价真的暴涨，确实最近在美股上面看到，整个钱又回流到了 AI 股的部分哦，它已经登上了彭博富豪榜的前10哦。好，它这是在经历股价一度上涨5.6% 之后，市值就达到惊人的5兆美元，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兆美元的企业。好，黄仁勋的身价也暴涨4.35%，达到了1820亿美元。那大家就说黄仁勋的身价光是本周就暴增了超过160亿美元哦。那2025年初更是到现在增加了将近680亿美元，所以他登上了彭博富豪榜的第9。好，这一年真的是起起落落，大家还记得吗？过年的时候，这个美股啪这次暴跌，现在啪又暴涨，真的是跨龙博。好，那现在看到这个辉达市值超越了印度、日本、德国的 GDP 哦，所以真的是蛮厉害的。很多人都觉得哇，这实在是蛮历史性的奇迹。好，那川普解禁辉达销中，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反弹呢？我们看到，因为他也会到 APEC 这边预告跟三星、现代合作，川普跟南韩都满意，当然就希望跟多家的南韩企业深化合作。那双方正在共同的投入 AI 工厂的相关投资计划，那还是不太愿意透露细节，但是让川普跟南韩政府都会感到满意。那我也看到黄仁勋非常接地气说要跟这2家企业一起吃炸鸡、喝啤酒，也就是非常韩国的文化。好，川普考虑解禁辉达 AI 晶片对中销售，但是美国前官员认为根本是疯了。好，也就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29号不是飞往南韩途中有透露说，川习会讨论的就是 Blackwell 的晶片他说这个超级晶片也大赞了黄仁勋，宣称我们的晶片领域领先其他国家大约是10年。但是民主党参议员非常的忧虑，他认为21世纪其实的决定性战争就是谁控制了人工智慧。他说川普从中国获得大豆订单而出售关键的尖端 AI 的晶片，就会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说这就是会让解放军企图取代美国这个是美国的前驻中大使认为说会把科技视为一个关键武器，未来10年会透过善加应用，技术越发强大，结果呢这个后果恐怕会非常的严重。但中国这边也是很努力要让晶片这个国产化，他们成立了首个汽车晶片认证的平台，要加速的推动的是国产化，这个就是全面开启了15-5期间的高阶汽车的晶片国产化的进程。那甚至比亚迪也领军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是围攻香港所以汽车的这个商业评论的报道就有讲说，比亚迪以936辆的登记量再度占据了电动车品牌的榜首，已经取代了特斯拉，成为香港最畅销的电动车品牌。好，那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也创纪录了，9月的销售分量超越了南韩的车企，这也是第一次。可见中国大陆在每个产业上面都有他自己的节奏。好，我们还是要先看到刚开始的川普说，我们没有要给他先进的晶片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忌惮。我们先问委员。川普跟习近平的元首会晤只有1个小时4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要谈这么多的事情，他当然不会谈特定一个 Blackwell 的晶片问题嘛。但是会不会谈到 AI 晶片进销大陆的禁令要放宽？我认为可能性很高。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刚才的那位民主党的参议员提到说，这一次是用中国向美国采购这个大豆来换这个晶片的解禁，这是不对的。晶片一定对应了什么？稀土嘛。稀土的管制出口能够延后1年实施，来交换这些 AI 晶片销大陆禁令的一个放宽嘛，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谈判的对价关系嘛。所以这位民主党的参议员没有搞清楚问题，他弄错了。好，那么你再从另外一个现象又可以看出了端倪。这一次黄仁勋也到了韩国庆州啊，他也要参加 APEC 峰会，他是参加里面的企业领导人的峰会。你看到他满面春风，谈到他的超级晶片，就我们谈的 Blackwell 的晶片嘛。而且现在这一个超级晶片在整个 AI 产业中是非常关键的，是非常先进的，目前也只有台积电可以生产。所以当然以黄仁勋言语中所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川普有可能极可能在这方面会有所解禁，不然不会是完全解禁，他一定是禁令放宽。而且黄仁勋也说过啦，以中国人的穷则变，变则通，你今天去禁，反而刺激中国大陆本身晶片发展的突飞猛进啦。再过几年，它很可能就已经超越你啦。就如同成熟晶片的部分来说，中国大陆已经跟美国已经差不多比肩。那至于先进晶片，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差距也正在缩小中。所以黄仁勋认为产品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啊，你不用利用这个时间点，在生命周期里面把这一个超级晶片卖到中国大陆这个最大的市场，那不是等于美国自己损失吗？从黄仁勋的说话里面，其实已经透露了，川普跟习近平的谈话里面，他虽然不会谈个别的先进晶片的问题，但是一定有谈到这个晶片是否要相当程度解禁的问题。好，这大使怎么看？其实就是说，这个晶片战的话，我看到黄仁勋的讲法，我觉得他也是前后都有出入。他上次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说，人家问说中国大陆的晶片跟美国晶片差多少？他说以奈秒来算，这次他又领先10年，所以我不晓得他到底讲的哪一句话是算话的啊。不过中国大陆只是这个晶片，事实上它的政策啊，尤其这个 AI 晶片政策是很稳固的。最近是确实有很多突破，比如说寒武纪，寒武纪的股价大涨，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AI 晶片。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华为的这个升腾系列的晶片，也都很多部分都取代了，就是说当时这个NVIDIA 在中国大陆所谓的替代品，也就是特供品，也都被取代了。当然就是说最尖端的当然还是在这个 NVIDIA 手上了，可是问题就是说还有多少年？因为这个黄仁勋一讲这个10年哦，那好像人家都赶不上他了，那不就已经胜负了吗？可是他又在很多场合又说中国大陆这个追赶的力道非常强，所以到底是如何？我觉得我以前是蛮相信黄仁勋讲话，这次看他讲话，这有这么大10年的差距，我就想到他到底还是一个生意人啊，讲话有的时候还是看情况再讲了。不过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尤其在电动车这一块，还不只是电动车，就汽车这一块，它去年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销汽车的国家了。那最近我看一个资料，在欧洲的话，他们的量也非常的多。那你要知道，欧洲国家里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买中国大陆的车。我看那个记录说，有2个国家特喜欢买中国大陆的车，一个是英国，另外一个是比利时。那英国因为有一个车有很多车啊，其实是英国厂牌的车回流到英国市场，比如说那个 GW，
那就是原来是英国的厂牌，还有很多车子是中国大陆生产的，是英国厂牌车，再回到欧洲。所以欧洲其实中国大陆这个策略就是很灵活，它除了本身的国有品牌以外，它有很多欧洲的厂牌在中国大陆设的这个车厂，现在也回流到欧洲市场。那这个虽然是 Made in China， 可是对于欧洲的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它是接受程度很高的。那不过就纯电动车来讲的话，像这个比亚迪超过 Tesla， 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台湾看不到比亚迪，大家就不晓得为什么比亚迪这么强。你去大陆，你去坐比亚迪看看，那个车子基本上真的是造得非常好。你再问那个司机，你上坐那个大陆的那个这个滴滴打车那大部分来都是比亚迪。然后你再问那个司机说你这个车多少钱，你都会很惊讶它的价钱是这么便宜。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大陆车应该是没有说政府的保护，大概就是基本上性价比。那所有商品你如果性价比高的话，你就会在市场上胜出。我想电动车就是反映这一个商业竞争的基本原理吧，就是杀出重围的感觉啦。永明教授，各位知道这2天有一个数据蛮特殊的，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以及相关的商务部公布了一个数据，今年1到9月，那就是前3季。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同比增加55%，来自于欧洲、来自于韩国、来自于其他的国家的投资也都增加。可是日本对大陆的投资在前3季增加55%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然就是两边布局，美国、中国都布局。为什么呢？因为他当然看到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的制造。特别在经过这个长期8、9年的科技战之后，中国大陆在成熟制成的芯片，其实预计到2027年就会超越台湾，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国。然后呢，在半导体设备，现在有好多从新凯来等等之类的这些设备都开始在推出。然后呢，汽车晶片。到了明年2026年，会有100%中国的国产的汽车晶片 ，AI 芯片，这个是2027，所以2027现在变成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因为中国大陆在成熟制程和 AI 晶片都可以自己生产，而且主导。那当然关键就还是在先进制程的这个层面，因此你就看到，在整个贸易战、科技战其实科技战。是协助了中国大陆走科技的自主以及科技的自立自强，而贸易战呢，反而是帮助了中国大陆去拓展它的市场，增加它的这个出口。整个1到9月就前3季，中国大陆对外出口同比增加6%，可是呢，对美国减少15.6%，这个蛮严重的大概对1到3季1到9月，中美的贸易额来到4285亿，而中国的顺差是2100亿，这个同比去年是减少15.6%。可是同比的这段期间呢，它对东南亚的贸易增加了15.6%，对欧洲的贸易增加14.2%，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增加了14.2%。所以你就看到，然后它整体增加6%，所以它整个出口增加，自己的科技也开始这个提升。关键还是在一些卡脖子。那这个时候黄仁勋就讲过了，我们如果从市占95到0%，你失去的是不止市占，失去了获利，失去了研发的经费，你将来整个就拱手让人。你现在这段期间，你还可以把它在这个使用西方的晶片 NVIDIA 晶片的这种依靠性、依赖性延长。那也许这段时间，美国还可以去调整它在整个先进制程的这个发展跟投资，甚至管控。所以你就看到，它这是一个大的布局。也就是说，如果这还都没有谈到稀土，